小姨生子，孩子父亲那蓝田的是我老公，而我只能在产房外看着他满脸激动地散发喜糖。我上前质问，他却毫无愧疚，理所当然道：阿柔身体不好，我不过是提供颗精子，又没身体出轨，你急什么？你放心，等阿柔生下孩子，我就回家给你一个机会，生对龙凤胎。可等手术结束，他心疼地亲吻小姨的脸颊，将我一把推开。小姐，你自己生不出孩子就努力，别盯着别人家的。我立在原地，听着周遭的辱骂。这一刻，孩子不生了，我也不要了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这女人莫不是疯了？自己生不出孩子就妄图别人的吗？人贩子都该死！这话一出口，我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整个人失魂落魄地跌坐在地上。护士的驱逐以及周围路人的指指点点，让我根本就说不出话来。我愣愣地盯着眼前这个污蔑我偷孩子的男人，满心都是不敢置信。就在不久之前，他还是与我相伴3年的丈夫啊，可如今他却让我的小姨生下了他的孩子。宋明粗暴地把我拽到一旁，还大义凛然地说：你要是再不离开，我可就要报警了。我惊恐地瞪大双眼，想要为自己辩解，可是喉咙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。苏柔满是乞求地望着我，眼眶红红的。小婉啊，这里可是妇产科，有很多孩子呢，你还是先走吧。虽然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孩子对于父母来说就如同性命一样啊。苏柔这种看似设身处地的做法，让周围围观的宝爸宝妈们都深有同感，也愈发的痛恨我这个被当成想要偷孩子的人贩子。可分明就是他叫我来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呀。3个小时之前，小姨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，说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生孩子，人生地不熟的，需要一个亲人来签字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小姨还没结婚就有了孩子，而且还背着家里人偷偷把孩子生下来了。可孩子毕竟是无辜的，于是我赶忙向公司请假，买了最近的航班就赶了回来。结果却看到出差了1个月的宋明正在病房外，在孩子父亲那一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我心中一直坚守的那座天平瞬间就崩塌了。结婚3年了，我们一直都没有孩子。虽然宋明一直在开导我，可是他的父母始终觉得是我拖累了宋明，害得宋家就要断子绝孙了。我看向宋明，他的神情冷漠无比，根本就不理睬我。周围人的眼神变得越来越愤怒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的脸涨得通红，很想解释清楚。忽然间我想起上周结婚证丢了，刚刚补办的新证就在包里。我的眼神一下子亮了起来，手忙脚乱地在包里翻找起来。我能证明的，结婚证就在我包里呢，宋明就是我的丈夫。可是包里的那个红本本怎么找也找不到，急得我满头大汗，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。终于在夹层的一个角落里，我摸到了那个熟悉的小本子。你们看啊，这就是我和宋明的结婚证，我真的没有说谎。我高高的举起手中的结婚证，满心期望他们能够相信我，可是根本就没有人理会我。人群中还传来了冷笑声，哼，现在造假证的可太多了，你这个证这么新，一看就是假的。下一秒，有人一下子就夺过了我手中的结婚证，刺啦几声，结婚证就被撕成了碎片，碎片高高扬起，落在了我的头上。我伸出手想要接住那些碎片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苏柔却用手指着我，故意装作很害怕的样子，大家可要小心点啊，小婉自从生不出孩子之后，精神就有点问题了，可别让她伤到孩子啊。周围一下子就混乱起来，一个大妈突然冲了上来，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快把她控制住，她要行凶了。她的力气特别大，我被扯得钻心的疼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紧接着又有好几个人围了上来，对我又推又搡，又打又骂。我拼命地挣扎着，眼神里满是乞求地看向宋明，可是他只是垂下眼睛，避开我的视线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苏柔。手术累不累？挨了几下重击之后，我的头部受到震荡，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只能凭着本能护住自己身上的重要部位，蜷缩在地上，忍受着他们的施暴。所有人都在为制止了我这个所谓的人贩子而欢呼雀跃，而我却成了罪人。在意识渐渐模糊的时候，医院的安保人员才过来阻拦，他们看到我没了动静，这才开始害怕，然后迅速离开了。快走！在我被推进手术室之前，只听到宋明说了一句，让他离我们远点儿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人已经在病房里了，一睁眼就看到满脸担忧的宋明。小婉，你醒了。恍惚之间，我感觉昨天所经历的那些谩骂和伤害，就像是一场噩梦，仿佛我们还是一对恩爱的夫妻。
你昏迷了一晚，我很担心你。宋柔身体很弱，没有个孩子的话，以后你妈说不定还得让我养她呢。我给她一颗精子，也是为了你好，这才答应的。记忆一下子就涌了回来，我瞬间就清醒了。我把头扭向一边，眼神里满是嘲讽。真难为他了，能想出这么蹩脚的谎言来敷衍我。见我不说话，宋明强忍着怒气，岔开话题说给我买了些吃的。我扭头一看，有油腻腻的肥肉，有全是辣椒的菜，甚至还有我过敏的芒果。我的心一冷，把饭盒推到了一边。宋明也彻底失去了耐心，把叉子上的芒果直接兑到我嘴里。你又在摆什么脸色？给你买吃的你还不吃，真是不知好歹。我感觉到嘴里的果肉，满脸惊恐，想要吐出来，可是宋明却死命地捂住我的嘴巴。在挣扎间，果肉就咽下去了，已经没有办法了。宋明打量了我半天，看到我身上没有过敏症状，还得意洋洋的。苏柔说你芒果过敏是装的，让我试试，我还不信呢。你这么装有意思吗？我吓得冷汗直冒，原来他根本就没有忘记我过敏，却依旧因为苏柔的一句话就拿我的命来是真假。叫护士！我挣扎着想要按呼叫铃，可是他却把铃扯掉了，还满脸觉得我又是在装。行了，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来，还有几块，别浪费。他继续按着我，把最后几块大果肉塞进我嘴里，想让我咽下去。我双手用力地掰着他的手腕，可是他的手腕力气太大了，我根本挣脱不开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。我绝望地呜咽着，宋明，我真的对芒果过敏啊。果肉卡在我的喉咙里，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扼住，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，胸口就像是被巨石压住了一样，挣扎的手也无力地垂了下来。过敏原让我的皮肤泛起了一圈圈的红疹，从脸颊蔓延到脖子，再到全身。宋明看到我的反应，这才意识到我不是装的，想要按呼叫铃，却发现被他扯坏了。他正准备去喊护士，却被突然响起的铃声打断了。离得太近了，我清楚地听到苏柔那矫揉造作的抽泣声。阿明，我胸口好胀啊，需要揉揉呢。什么？不舒服？我马上来。宋明看了我一眼，故意提高音量，脸上还一本正经的。他瞥了我一眼，见我好像没有那么严重，皱着眉头说道：行了，还没到要死的地步呢，自己去找护士吧，我过会儿再来。他转身就走了，再也没有看我一眼。我凄然一笑，知道他不会回来了，于是开始自救挣扎。床头的水杯掉落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等护士听到声音赶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只剩下微弱的气息了，浑身都是红疹。快叫医生！我又一次被送进了手术室。手术灯晃的我眼神有些迷离，一些回忆开始在脑海中浮现。我和宋明是在大学的时候自由恋爱的，他第一眼看到我就疯狂地追求我，说他喜欢我，他愿意陪着我一起在图书馆学习，一起在校园的红树林里漫步。他借着月色和漫天的烟火向我表白。毕业之后，他还向我求婚了，我们一起步入了婚姻的礼堂。他的宣誓虽然朴实，却直击我的心灵。小婉，我想要和你组建一个家庭，一家4口，我和你，男孩当哥哥，女孩当妹妹。可是誓言终究成了空话，真心也早已不在。我曾经无比期待的孩子，最终还是与我无缘。如果注定不能拥有健康幸福的家庭，那就舍弃吧。我又在医院躺了1周，宋明再也没有来过。但清晨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了朋友的祝贺，恭喜我终于得偿所愿，生下了贵子。这时候我才明白，宋明把我屏蔽了。他在朋友圈邀请好友来喝满月酒，我只能自嘲的苦笑，脑海中不禁想起每次宋明和我亲密的时候，都会做保护措施。宋明不是不想生孩子啊，他只是不想和我生罢了。当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打开家门的时候，看到里面一家4口正其乐融融的景象。我躲了3年的妈妈居然出现在我的房子里，她那双浑浊的眼睛瞬间就把我拉回到那些不堪的回忆当中。我走进屋里，却发现我的东西全都不见了，反而是苏柔的好几个行李箱摆在门口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我妈妈冷哼了一声说道：跪下。我默默地攥紧了拳头，我为什么要跪？我妈妈瞪大了眼睛，声音变得更加尖锐刻薄：你小姨刚刚生完孩子，你跑到医院去闹事，要是她小月子没做好，我打死你这个贱骨头！我声音哽咽着说：妈，宋明是我的丈夫啊，他和小姨生孩子，那把我当成什么了？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个清脆的巴掌声给打断了。我妈妈似乎还不解气，反手又打了我1巴掌。我被打得眼冒金星，没站稳就直接摔倒在地上，脸上那2个巴掌印清晰可见。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别去怪你小姨。
苏柔慢悠悠地拉住我妈妈说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呢？我妈妈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，你就是太心软了，让你再早1年生孩子你不听，非要去顾及那个死丫头。我的脑子一阵眩晕，原来在2年前这2个人就已经勾搭上了，而且我的亲妈妈也是知道这件事的。妈，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为什么呀？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妈妈的眼里就只有苏柔，不仅我处处都要让着她，她能上镇上的名校，而我却只能去村里的小学。她就像是受尽宠爱的公主，而我就如同淤泥里的丑小鸭。可是即便如此，我妈妈还是不肯放过我，她找律师起草了一份协议，逼着我签字，要我养苏柔一辈子。我从这个荒谬的家逃出去不过才3年，他们就又找上门来了。苏柔看到我如此崩溃，也不再伪装了，她绕到我身边，扯着我的头发，轻声说道，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是你的姐姐，你妈妈就是我的妈妈，要不是你那个死爹不肯养我，和妈妈离了婚，我怎么会变成你的小姨呢？我目光呆滞，仿佛听到了什么荒诞至极的事情。我看向我的妈妈，面对我，她总是一脸的理直气壮。你知道了也好，柔柔就是我的女儿，是你一母同胞的亲姐姐。柔柔在 A 市没有房子，你搬出去让她和孩子住，然后宋明留下来照顾他们娘俩，孩子记在你名下，你上班的地方不是有育儿补助吗？都拿出来。泪水夺眶而出，喉咙里一阵哽咽。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让我从小就渴望的东西变得无比可笑。原来我和苏柔长得相像，并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小姨，原来并不是没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女儿，只是我不是她所喜爱的那个罢了。原来我浑身颤抖着望着把我当成傻子一样的3个人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失声道，你们都给我滚，这里是我的家，我不欢迎你们。他们欺骗我，还要把我花钱买的房子给苏柔住，让我帮她养孩子。宋明眼神一狠，用力地打了我一巴掌。苏婉，我才是一家之主，孩子是我的，你认也得认，不认也得认。你3年都没有孩子，白给你机会，你还不知道好歹，现在就去给孩子上户口，不然我们就离婚。我被这一巴掌打得双眼发懵，一时间只看到宋明的嘴一张一合，却听不到声音。他扯着我去拿户口本，我不会认下这个野种的，你们我也不会再认了。我一字一句地说道，让这3个人都怔了一下。宋明反应过来，气得想推开我，但是我躲开了。都是一家人，你为什么就容不下我和柔柔的孩子呢？你现在养他小，他以后养你老，我再和你生个小的，给他做完伴。我低下头轻轻一笑，眼底带着一丝疯狂。我被苏柔欺负，我的孩子也要被欺负吗？每一个字都像是气血一般，可是却没有人在乎。宋明紧皱着眉头，一脸觉得我是小肚鸡肠，处处不饶人的样子。而我妈妈也是一脸不屑，继续出声逼迫我，我们又没有让你离婚，你也可以生孩子啊，只是让你容下柔柔，就这么难吗？你认下，我就还把你当女儿，你不认，哼！我捂着眼睛，遮住即将流下来的泪水，轻声说，所以我不认了。我妈妈发疯了一样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，但是我也疯了，我把这3个人都赶出了家门。宋明骂我自私，说我非要闹得大家都不愉快，我直接和他约好了明天在民政局见。他们一走，我就两眼发黑，直接倒在冰凉的地板上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四周昏暗无比，空无一人。我抱着膝盖无声地哭了很久，然后擦去眼泪，开始收拾东西。我想要逃离了，逃到一个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啪嗒，手机从柜台上掉落下来，我看着这个熟悉的白色手机壳，心底涌起一阵凉意。这是苏柔高中的时候最喜欢的手机，当时是当季的最新款。她一拿到手就向我炫耀，可是有一天手机不见了，苏柔发了好大的火，污蔑说是我偷的。我妈妈偏袒她，打了我一整晚。我颤抖着手输入4个1，这是苏柔的生日。一打开锁屏就看到备忘录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字，落款都是宋明。宋明比苏柔小1届，他们俩是同一所高中的。他暗恋她，却不敢说出口，只能像个偷窥狂一样跟踪她，直到苏柔考不上大学，消失在宋明的视线里。而我只是苏柔的替身，因为我和苏柔有8分相像。原来我一直以为的自由恋爱，竟然都是他的蓄谋已久，都是一场阴谋。原来从来都不是苏柔勾引他，而是他心甘情愿的上钩。原来孩子从来都不只是一颗精子的事，而是他们自由结合的结果。原来他对我所有的欺辱都视而不见，是因为他爱的是他。泪水不受控制的夺眶而出。叮铃铃，手机铃声突兀的响起，那声音格外刺耳。我木然的伸手拿过手机，
看到来电显示是父亲，这个只存在于我回忆中的男人。5岁那年，原本早早答应要带我去吃肯德基的他，仅仅1个下午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妈妈说他在外面有了家庭，抛弃了我，还不让我与他联系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也只是偶尔给我打个电话。我低下头沉默了片刻，最终还是接听了电话。晚晚啊，爸爸刚刚做了个噩梦，梦到你被人欺负了。爸爸醒来后心跳得厉害，心慌得不行，就给你打个电话，没打扰你吧？我的心像是被猛地撕裂开，压抑许久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，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。婉婉，怎么了呀？你是不是真的出什么事了？你快告诉爸爸呀！电话那头，爸爸焦急得不知所措。爸爸这就坐飞机回去，你等着我，女儿。我强忍住哭腔，阻止他。爸，我不想再待在这儿了，爸来接你。爸爸说他第2天中午的飞机就能抵达。我表示自己过去就行，可他不肯，执意要亲自来接女儿。我收拾好行李后，给宋明发了条短信，让他明天准时到民政局。第2天，我刚到民政局，就看到等得焦急万分的宋明，我还以为他急着和我离婚呢。我绕过他，径直走进大厅。进去吧。宋明一把扯住我的胳膊，怒气冲冲地说：苏婉，我一晚上给你打了多少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你知不知道柔柔还在等着你去救命呢？他的愤怒让我觉得莫名其妙，我甩开他的手，火气也上来了。我为什么要接？苏柔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想再理会他，只想尽快把婚离了，于是直接走进了大厅。宋明紧跟在我身后，不停地纠缠。她是你的姐姐呀，她生病了，你难道不应该提供帮助吗？我停下脚步，打开手机才发现一晚上手机都被信息轰炸了。宋明和我妈妈接连打了将近100个电话，我看了下内容，冷笑了一声。原来苏柔那天刚从我家离开，因为我妈妈说她忍不住脾气，把事情搞砸了。她一气之下就跑了出去，然后在转弯处被汽车撞了。送到医院后，医生说腿有问题，及时手术就没事。可手术是需要钱的呀，而他们却没有。我转身冷冷地看着宋明，宋明，你别忘了，我们今天是来离婚的。苏柔的死活与我无关，我没有义务去救她。宋明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苏婉，要不是你不肯养孩子，他会出车祸吗？我被他的话震惊到了，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呢？我冷笑一声，我不想跟你说这种愚蠢的话，赶紧把婚离了。宋明朝着离婚办事处看了一眼，脸色变得紧绷。苏婉，你真是不可理喻，不就是一颗精子的事儿，你就要跟我离婚？是，我承认事先没有跟你打招呼是我的错，可都是一家人，谁生不是生啊？你要是想要孩子，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让你如愿，你非要这么无理取闹吗？说着，他就想拉我上车，我狠狠地甩开他的手，把包里的手机扔给他。宋明，我只是个替身，你还是去找正主生2胎吧。宋明看着手里的手机，慌了神。小婉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耐烦地打断他。行了，赶紧把离婚证扯了，不然等会儿苏柔在医院都要变成尸体了。这样吧，你和我把证扯了，我就跟你去医院。宋明犹豫了一下，已经顾不上解释了，他咬咬牙，好，我先和你离婚，但你必须说话算话，马上就去医院。我们走进民政局，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当拿着离婚证走出的那一刻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曾经以为会相伴一生的人，如今却成了最厌恶的人。宋明在一旁催促道，现在可以去医院了吧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自嘲地想，果然他的白月光分量更重。我跟着宋明来到了医院，一打开门，我妈妈就指着我破口大骂，还想动手打我，被我躲开了。到底要不要钱？就这一句话，他们都安静了下来。宋明赶忙扶住我妈妈，让她冷静一些。我看向苏柔，她的一只腿掉在外面，浑身都是伤。她看到我后，眼眶一红，眼泪立刻就涌了出来。小婉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原谅姐姐好不好？姐姐还有孩子要照顾呢。我冷笑一声，满是嘲讽。在占上风的时候，你恨不得把我踩死，现在处于劣势，就开始装可怜了。我还挺佩服你的呢，苏柔。我耸耸肩，摊开双手，我没钱呢，做不了手术。苏柔，你就要成为一个瘸子了。苏柔的脸色一变，瞬间变得狰狞起来，恶狠狠地叫嚷着，苏婉，你要是不出钱，我永远都不会让妈妈再认你，你会成为一个没妈的野孩子。要是以前我听到这些话，或许会犹豫，为了那一点点母爱而交钱，但现在我已经放弃了。一看到苏柔伤心，我妈妈就冲上来，想要狠狠地厮打我。我看着那带着十足劲道的巴掌，急忙向后退。
宋明赶紧拦住我妈妈，焦急地说：“先别冲动，咱们得想办法让小婉出钱救阿柔。”我妈妈气得直跺脚，却也只能暂时作罢。我冷眼旁观着他们的闹剧，内心毫无波动。曾经对家庭的渴望，早就在这一连串的伤害中消磨殆尽了。苏婉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，阿柔她真的很痛苦，孩子也不能没有妈妈。宋明试图用亲情来打动我，我看着他，嗤笑一声：“宋明，你一个公司总经理会没钱吗？你怎么不出钱啊？”宋明的脸色一僵，苏柔和我妈妈也反应过来。我妈妈指着宋明的鼻子质问：“你的钱呢？我女儿都给你生孩子了，你不出钱？”苏柔也在床上哭哭啼啼的，装出一副柔弱的样子：“阿明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连钱都不舍得给我做手术？”宋明看到她的白月光一哭，赶忙说道：“我的钱都在我妈妈那儿，她不松口，我拿不到啊。”我在旁边冷笑了一声。宋明不仅没良心，还是个妈宝男。回想起和宋明在一起的这些年，现在想想，自己以前真的就像个舔狗一样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，穷得叮当响。他的父母一直都看不上我，根本不愿意为我们这个小家庭付出一丝一毫。这3年啊，房子是我买的，水电之类的花销也都是我支付的。而宋明的工资卡紧紧地攥在他妈妈手里，每个月只给他打1000块钱用来花销。我当时想着，既然都已经结婚了，那我就多付出一些，没必要在这些事情上斤斤计较。但是现在，谁乐意付出谁就出吧。两人的脸色变得僵硬起来。他们没想到宋明居然是个隐藏着的怂货。我在一旁煽风点火：“苏柔啊，你都给他们宋家生了儿子了，你正好可以让他妈妈出钱啊。他妈妈当时可是说过的，如果我生个男孩，就给我50万呢。”苏柔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，满是期盼地看着宋明。宋明犹豫着看了我一眼，最终还是他的白月光在他心中占了上风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走出了病房，去公司办理了最后的工作交接，然后就去见我的爸爸了。我站在接站口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20多年来只在视频里见过几次面的人，下一秒就要出现在眼前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毕竟血浓于水呀。我爸爸出站的那一刻，我一下子就认出他了，我的眉眼和他特别相像，而在他身后的是他离婚后新娶的妻子，我也只是在视频里见过，那是一个自小生活在新加坡的华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变得有些紧张起来。我爸爸在老远就看到我了，他激动得像个小孩子一样朝着我挥手。我爸爸出了站台后，大步流星地朝着我走来，他的手微微颤抖着，想要抱我，却又不敢。婉婉啊，爸爸终于见到你了，这些年让你受苦了。我笑了笑，然后主动扑进了他的怀里。原来父亲的怀抱是如此的宽厚，如此的温暖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积压了许久的委屈，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肆意流淌。顾阿姨轻轻抚摸着我的后背，她的眼神里有着我从未见过的慈爱与关切。孩子啊，别怕，以后有我们在呢。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却如同阳光一般照进了我的世界。我爸爸松开我，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脸，满脸都是心疼。婉婉啊，你瘦了好多呀，爸爸这次回来就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。我吸了吸鼻子，有些别扭地挤出一丝笑容。谢谢爸。一路上氛围其乐融融的，他们这次回来正好借着接我的机会，在祖国游览壮丽的山河。小婉啊，爸爸对不起你。在餐桌上，我看着爸爸满脸内疚的表情，想要笑一笑来安抚他，可是这么多年来，心底的疙瘩还是存在的。我曾经埋怨过他，为什么要抛弃那么小的我？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见我一面？我更想知道，他是否清楚我妈妈的所作所为，以及我所遭受的伤害。他的眼眶红了起来，说道：“爸爸找不到你呀。”他拿出了一份医院的诊断书。当年他们俩离婚的时候，我爸爸是打算带我走的，可是他就出去了一小会儿，只是去给我买个早餐的时间，就被苏柔的亲生爸爸给盯上了。苏柔的亲生爸爸是个混混，他原本是想把孩子丢给我爸爸来养的，但是我爸爸发现了，怎么可能愿意呢？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和我妈妈离了婚。我妈妈没有能力抚养2个孩子，苏柔的亲生爸爸就怀恨在心，趁着我爸爸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把他打成了重伤，还弄瞎了他的眼睛。要不是顾阿姨回国探亲，我爸爸恐怕早就没命了。可也因为这样，我爸爸昏迷了1个月，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新加坡了。他的眼睛又没有恢复，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才治好。等他回来找我的时候，却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了。我被我妈妈带走了。直到4年前，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，还遭受了不少欺骗，才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我们这才得以重逢。
我突然消失了，家里还留着我10多年的积蓄呢。我以为你毕竟是你妈妈的女儿，她靠着我的钱应该能把你好好养大的。说着说着，我爸爸就痛哭流涕起来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我妈妈是如此的心肠狠毒。她只在乎苏柔，她拿着我爸爸的钱去养私生女，还虐待我。我眼眶湿润地看着埋头痛苦的父亲，曾经的怨恨在这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心疼。我握住父亲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爸，都过去了。原来我并不是一个没人要的野孩子，我有父亲，而且他非常爱我。”游玩了1周之后，我就跟着他们2人去了新加坡。在他们2人的支持下，我重新开始做自己以前的工作，创办了一家女性书刊，专门报道女性在生活中会遇到的各种事情，比如关于青春、爱情、婚姻、亲情的定义等。而宋明这边呢，面临着巨额的赔款。老板啊，这钱能不能还几天再还呀？我马上就还。在出租屋里的宋明对着那个男人点头哈腰的。刀疤男很不耐烦，一把推开他，最晚这个周末，要是再还不上，我就剁一只手来抵1块钱。刀疤男还拍了拍宋明的脸，然后嚣张地走了。宋明看到人走了，关上房门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阿明，我在楠姐那输了点钱，你记得给我送过去啊。苏柔一推开房门，就理直气壮地张口要钱。宋明本来心情就不好，苏柔回来就要钱，这直接就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。苏柔，你能不能别再赌了？那300万都还没还完呢，就是因为你天天去赌，那些人找不到你，就跑到我公司去了。现在好了，我工作都没了，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吧。苏柔愣了一下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你妈妈不是有钱吗？你去找她要啊，我都给你生儿子了，还不能花点钱了？再说了，当初说好的50万一个孩子，你妈妈就只付了个手术钱。”宋明被他的厚颜无耻气得笑了起来，指着他的鼻子让他滚。原来啊，自从苏柔跟宋明结婚之后，就沉迷于打牌赌博，整天和那些牌友混在一起，孩子也不管，对老公也毫不在乎。宋明一直忙着工作，一开始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样，直到那天有讨债的人跑到公司指名道姓地找宋明，他这才知道苏柔被人下了套，欠了300万的外债。孩子也因为做母亲的一直不去接，被丢在学校，最后被宋明的妈妈带走了。苏柔本来就不是个能受气的人，一气之下就跑了出去。宋明终究还是对苏柔有着感情的，犹豫了好几次之后追了出去。麻将馆里人声鼎沸，宋明看着那些打红了眼的牌友，再也顾不上其他的，只想赶紧把苏柔带回家。终于，他在一个暗房里发现了苏柔的身影，急忙打开门。昏暗的房间里烟雾弥漫，众人正在进行着不堪入目的多人运动纠缠。苏柔眼神迷离，躺在沙发上，带着一种疯狂与放纵的神情。看到宋明的瞬间，他没有丝毫的惊慌，反而挑衅地扬起了下巴。宋明只觉得一阵晕眩，他想冲上前去把他从那混乱的场景中拽出来，可是最后他还是退缩了，转身离开了。身后这个曾经深爱的女人，如今变得如此陌生而又堕落。他心里很清楚，他后悔了，后悔跟我离了婚。我向来不会在外面沾染上任何不良习惯，我的品性十分优秀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去干扰他的工作，还会全力维护他的交际关系。我能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，在金钱方面我也会补贴他。他开始在深夜买醉，嘴里还念叨着我的名字。他终于彻彻底底地失去了我，那个被他当成替身的我。仅仅短短4年，爱玩女性书刊就登上了国际杂志，越来越多的女性问题受到关注。我在各地都设立了分刊。第5年的时候，我受到邀请去母校演讲，看着台下的年轻人，我意气风发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，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起来。演讲结束之后，我就着手筹备国内的书刊事宜，可没料到宋明会找上门来，他带着那个孩子出现在我公司的楼下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小婉，我就知道你回国时还惦记着我，想要挽回我呢。他搓着手，一脸自以为是的样子。他想要上前抱我，被我迅速躲开，还紧紧地皱着眉头。你发什么疯呢？我回国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早就结束了，毫无关系了。宋明皱了皱眉头，似乎对我的反应很是意外。小婉，你就别嘴硬了，你在电视上演讲的时候还带着我送你的发箍呢，这不就是想跟我复合吗？我冷笑了一声，对他的厚颜无耻实在是佩服得很。宋明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，不是一样颜色的发箍就是你买的，你买给我的东西，我出国的时候一样都没拿，全都扔了。宋明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，他拉过孩子，把孩子往前面推了推。
这个孩子好歹和你也有血缘关系，你总不能这么狠心吧？我耸了耸肩，满不在乎地说道，他又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为什么要管呢？我低头看了一眼这个痴呆的孩子，早在我回国那天，往昔的事情就如潮水般涌来。这个孩子3岁的时候，苏柔忙着打牌，宋明则深夜买醉，孩子被养在宋明母亲那里。他趁着宋母睡午觉的时候，一个人偷偷跑出去找父母，结果遭遇了车祸，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被撞成了傻子。宋明见我不领情，有些恼羞成怒，苏婉，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，你要是不答应，以后你会后悔的。我叫来了保安，把他们赶走了。这种渣男的废话，我是一点都不想听。国内书刊剪彩那天，我邀请了众多业界的大拿为我站台，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，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着。我穿着精致的职业装，拿起金剪刀准备剪彩。不孝女，你对得起我和你姐姐吗？一声呵斥从门口传来，衣衫褴褛的母女俩瘸着腿走了进来，现场顿时一阵骚乱，一股冷意从脚底直窜到全身。明明是6月份的炎热天气，可此时我却手心冒汗。是苏柔和我妈妈。我妈妈满脸怒容，手指着我，大声叫嚷着，苏婉，你没发达之前抢你姐姐的老公，现在还想害他们离婚吗？苏柔躲在后面，双眼红红的，妹妹，你要是喜欢你姐夫，我让给你就是了，何必偷偷摸摸的呢？说着，她翻出手机里偷拍的我和宋明那天的借位图，照片上我和宋明刚好错位，看起来就像是在接吻一样。我眼前一黑，看到我妈妈眼底闪过一丝得意，他们就这么想让我身败名裂。四周一阵喧哗，所有的贵宾都皱着眉头看着我，指责声从四面八方传来。我靠在身后的椅子上支撑着自己，这张照片刚好在监控下面，你想诋毁我，拜托也长点脑子。那个渣男之前可是要和我一起称呼你为小姨的，到底是谁先抢的，一目了然。我的强硬让两人慌了神，我妈妈眼珠一转，还想坑我，我直接先下手为强，扑通一声跪下，哐哐磕头，妈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是我耽误了你和小姨恢复母女关系，我知道你从小就打我，是因为我没有给小姨姐姐当好仆人，没有伺候好她。这一番话让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，围观的人都瞪大了眼睛，被这家庭伦理剧吸引住了。我跪着扯住我妈妈的裤脚，哀声祈求着，妈，我把公司和钱都让给姐姐，我替她养她和我前夫的孩子，我不会有怨言的，你别打我，也别不认我。我妈妈瞪着我，怒气冲冲地把我推开，下意识的就想打我。妈，别打我，我抱着头躲得远远的，脸上满是害怕的神情。我妈妈看着四周疯狂闪烁的灯光，脸色变得狰狞起来，都别拍了。她走下去想要抢手机，却被保镖按住了。在场的贵宾哪一个出行的时候不随身带几个保镖呢？一瞬间，我妈妈和苏柔就像是恐怖分子一样被赶了出去，落荒而逃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。直到有一天，警察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认领死者。当时我正带着顾阿姨和我爸爸生的弟弟在游乐场玩，我急匆匆地赶到警局，没有看到尸体，只看到了照片。据说那次闹事之后，我妈妈没从我这儿要到钱，苏柔就和她大吵了一架。为了消遣，苏柔又跑去打牌，然后勾搭上了一个小伙子。那个小伙子说她长得漂亮，适合当模特，能赚钱。苏柔就相信了，还带着我妈妈一起，两人跟着那个人被骗到了缅北。等警方捣毁他们的据点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死了，都不知道被埋在哪个山头。或许这就是报应吧。我拿走了我妈妈的照片，给她买了一块墓地，就当是还了她的生育之恩。最后只希望下辈子不要再做母女了。